您的眼界決定世界的寬度。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人民月。從兩岸的脈動，再到全球變局，今晚我們將為您層層拆解，精準剖析。先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音樂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輔大特聘教授何思勝何老師。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國防院戰略所所長蘇紫雲蘇所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那麼今天是8月15號，從這個歷史的洪流當中來看啊，今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日子。好，那麼在當時呢，東亞的戰場上參戰的包括了美國，還有中國，也就是當時的中華民國，還有日本以及這個蘇聯來參戰。好，那麼二戰結束了，那麼回顧到一直到現在啊，現在東亞的局勢似乎又開始動盪起來了。在今天我們的節目當中，會帶大家來看到這個中國啊，它似乎正在聯手它的盟國，包括了這個北韓以及俄羅斯，正在試圖要突破第一島鏈的限制，包括了對我們台灣以及對日本各種的施壓，都會在我們今天節目當中為大家精準的來分析。也先請觀眾朋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那麼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一起來互動，關心國際大事。好，那麼今天一開始，我們先要來關注這個美伊情勢的最新發展。美國總統川普啊，他在這個最新的演說當中表示說，擊敗伊朗之後呢，他就會立刻宣布荷姆茲海峽就是美國的領土了。好，那麼他也再次強調說，美國絕對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那麼川普的這一番話呢，其實他把這個美伊戰爭啊，已經推向了最高峰。另外呢，同時也讓這個荷姆茲海峽這一條這個全球的能源命脈再次成為大國的競爭焦點了。好，那麼當美國還卡在中東的局勢當中的時候呢，中國正在積極的要來突破第一島鏈了。好，我們來看到呢，中國海軍正在從突破第一島鏈走向了島鏈外的常態部署。它不是只是穿越了宮古還有巴士海峽而已，而是呢開始在西太平洋長時間的航行訓練還有補給，那麼逐步走向呢島鏈外長時間的部署，甚至是開始與第三國的軍艦來協同行動。好，另外呢，北方、南方是同步的來擴大軍事行動。我們先來看到北方啊，頻繁的穿越宮古、對馬、宗谷海峽，甚至還出現近乎繞行日本的航機。另外，在南方的部分呢，則是結合了海軍、海警還有灰色地帶行動來牽制美日菲。那麼最近呢，中國又首次的和印尼軍艦啊，打算要在台灣東部來軍演。好，政治訊號很明顯了，台灣東部正在從相對安全的後方，逐漸變成多國軍力交匯的新前線。來看到日本的防衛省，它指出了，今年6月底到7月初的時候呢，一度至少有7艘的中國軍艦部署了西太平洋。那麼其中呢，有055型、052D 型驅逐艦，還有903型的補給艦組成編隊，從沖繩附近進入了太平洋，沿着日本東側北上，再經過了這個宗谷、對馬海峽返回東海。那麼航機幾乎是繞行日本1周。來看到派出這3種這個驅逐艦，來看到第一個是這個055型的，它是主要是針對了防空、反艦還有遠程打擊。另外呢，052D 型啊，則是由護航還有區域的防空。另外呢，903型的補給艦提供了遠洋補給，來延長部署的時間。那麼這3艘艦呢，主要都是要從能夠出去，進一步變成出去後能夠待得很久，而且還打得起來。重點是要回得來。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何老師嘍。這個中國軍艦它密集的部署在這個西太平洋，幾乎繞行一整個日本哦，是不是代表這個解放軍它已經從穿越第一島鏈，它逐漸走向長期的遠洋部署了？那本來這個中國大陸事實上這個在整個建軍備戰，它都朝向建立這所謂的這個深水海軍哈。那它當然它現在這個就是說，除了這個之前這個它繞台灣之外，它這一次這個似乎是針對日本而來哈。那不過這也不是他第一次針對日本了，那個他過去事實上也曾經這個就是說這個繞着這個日本啊這環島哈。那當然這個
他要不要這個繞日本，這跟中日關係有關哈。這中日關係好的時候，他就這個對這樣的一個這種軍事行動，他會採取克制。那當然，現在這中日關係不好，而且這個日本事實上也不斷的在這個軍備上面這個去強化。那所以這個當然這個對北京來講的話，他也要這個適時的秀這個肌肉。那就是說他當然這個對這個所謂的這個第一島鏈哈，這個形成一定程度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戰略的這個壓力。不過就是說這個他是不是啊？這個就是說他常態性的哈，就是說這個去穿越第一島鏈，這個往這個第二甚至是第三島鏈。他過去這個在去年的時候，他也曾經這個把他的航母這拉到這個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這中間的這個洋面哈。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未來這個中國大陸。這個他會這個就是說視情況，然後這個去這個做這樣的一個這種就是說他的一個這個深水海軍的這種戰力的這種驗證哈。那當然這個我們明眼人大家都知道哈，這當然是這個為了這個就是說在必要的時候這個去拒止這個美國跟日本這個他 step in 到整個這個台海的這樣的一個這問題上來哈。那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這個就是說中國大陸想要跟日本這個有這個軍事的一個衝突啦，那所以這個他現在這個基本上這個秀肌肉是會有哈，那不過我想這個中國大陸這個跟日本這個他們也這個無意這個雙方去升高現在的這樣的一種這種軍事的這種對峙哈。那當然在外交上面這個相互的這校正，這個是會這個不時的這個聽到。那不過就是說這個可能距離這個就是說日本跟中國採取這樣的一種針對性或者是一種敵對性的這樣的一種軍事的這個行為，事實上還是有一段距離。老師剛剛提到，中國其實不想跟日本有這些軍事的互動，但是他如果說日本啊，他是不是有沒有辦法是有成功的嚇阻，或者是說他反而會刺激中國去擴大他的行動？當然，這日本這個他現在這個這面對這個美國去調整他跟盟國的一個關係，對不對？日本以前很輕鬆啊，這個他只要這個萬事就是拜托美國就好了哈。那不過就是說這個從這個90年代之後，美國基本上他就這個慢慢的去調整他跟盟國的這樣的一個軍事的合作的這種關係哈。這裡面當然包括日本哈，他本來就要求日本要這個多出錢。然後後來也要求你多出力哈，那相對的日本這個也必須要這個就是說，除了去檢討自己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防衛的這些法律，這個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之外，那當然他必須要增加自己的這樣的一個這個軍備哈。那所以自衛隊基本上這個他的一個轉型哈，他是在美日同盟之下去進行這樣的一種轉型哈。那這個我也並不認為就是說他是這個就意在跟中國再回到這個過去的那樣的一個，就是這個今天是終戰紀念嘛，就是說回到這個戰前的那樣的一種樣態啦。不過中國大陸這個對日本的這種軍事的這種變革或防衛政策的一個改弦更張哈，他在這個這一年來大概都用這個所謂的這種所謂的軍國主義哈，他只是加上一個形容詞叫做新型軍國主義去形容日本的這樣的一個行為哈。當然這個也是警告意味這個比較濃厚了。那日本，我覺得這個從現階段來看的話，它在軍力上面哈，如果這個要跟中國這個等於是去 compete， 我覺得它還是要靠美國啦。這美國還是不能夠離開日本哈。那個包括南韓這個在內這個都一樣哈。那不過就是說。這個未來，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美國跟日本之間的這個軍事的這個協作，自衛隊不再像過去哈，這個它只是採取這種防衛，對不對？它不攻擊。那未來的一個自衛隊，基本上它會轉型成為一個攻守俱佳的這樣的一種自衛隊。但是我認為這個可能也並不如中國大陸所講的哈，就是所謂的一個軍國主義的這個復辟哈，或者是日本要重新回到以前的那樣的一個這個就是說。以軍事為重的這種國家，我認為戰後的一個日本哈，這個它憲法跟戰前畢竟不一樣。那我也並不認為，就是說現在的日本哈，這個哪怕他們這個在討論修憲哈，但是我想日本的民意還是對於這個就是說回到戰前，事實上他們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克制。
好，我們現在何老師哦，我們再來看到這個美日菲啊，它在7月21號的時候呢，到25號都在這個南海舉行了5天的聯合演習，也出動了包括了軍艦、海巡船、還有偵察機以及戰機，來強化3國的協同能力。另外呢，面對了這個美日菲的結廣啊，這個中國它是以3種方式來反制了。來看到第一點呢，就是海軍是持續的來穿越島鏈，強化遠海的部署。第二點呢，則是海警在爭議海域當中維持存在感。第三呢，透過了海空演習還有灰色地帶行動來增加對手的壓力，那麼同時呢，也避免全面的衝突。那麼南海其實真正的較量啊，不是誰先開戰，而是誰最先改變原則了。好，我們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哦。這個美日菲建立了這個南海協作網，那麼中國呢，它則是以遠洋部署啊這些灰色地帶行動來雙制。那麼雙方是不是在強化嚇阻，還是說呢，讓這個黃岩島、仁愛礁還有巴士海峽更容易的擦槍走火呢？目前應該就是還是強化這個嚇阻的能力啊。那問題就變就是說，這個戰爭應該是這個爭執應該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爭執。那不管是美國跟這個日本來講，都是來挺菲律賓的。這並不是美國的戰爭，也不是日本的戰爭。為什麼呢？這個不是他的核心利益，因為這些領土不是他的。那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說在沒有勝利的把握之下，也沒有核心利益的顧及之下，你要他用軍事力量來解決問題啊，這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後呢，你可以幫菲律賓，可是就菲律賓單獨出來講的話，它不管是海上的戰力，更不要說這個空中的戰力哈，跟中國大陸在這個區域的戰力來講的話，就是雞蛋碰石頭，差距太大了。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其實美日菲，尤其是日本的話，我想基本上美国跟日本的話，希望就是說讓菲律賓多一些哈，能夠哈。讓嚇阻中國大陸哈，不要再採取進一步軍事手段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吧哈，而不是真正想挑起戰爭。那其實就過去我們看的很多例子啊，他們在這個選取的這些聯合演習的水域哈，從來都不願意進到比較敏感的中菲之間的這些哈，在有領土糾紛的水域。那麼，尤其是在這個黃岩島，甚至在這個仁愛礁這個過去長時間衝突的地區哈，美軍的艦艇都刻意避開，而且連這個過去的什麼哈，就是說九段線部分啊，那個美國的艦艇很少進去的。那而且過去有一些你可以說是民事的衝突吧，那就是雙方的海警船的衝突啊。那其實，在這個仁愛礁上一次馬德雷3號2年前的衝突，其實已經很清楚了，是菲律賓的特種部隊沒有穿他的制服，跟中國大陸在這個馬德雷3號附近啊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那麼菲律賓的這個方面人員也負傷。那這件事情並沒有引起美國很積極的參與，那個日本更不用說了。所以我覺得，就美國、日本來講，他們只是說助陣，而不是助戰。如果要真正戰爭的話，那除非美國準備跟中國大陸產生一場軍事衝突的話，要不然可能最大的可能還是菲律賓哈，他得自己哈單獨來承擔這個戰爭。而且我想這一點，菲律賓大概自己也很清楚。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我想中國大陸也是希望用這個和平的方法啊。能夠盡量以展現武力，然後呢，凸顯出雙方在水面跟這個空中軍事力量的差距啊，來怎麼樣威嚇菲律賓不要再往前走一步。當然，最近這個也有一些衝突啦，不過這個衝突都持續了很久，基本上都是怎麼講呢？中國大陸大概都是運用什麼？都是運用海警船，而這個菲律賓不管你是民事的這些準武裝人員，還是這個就是你的這個海軍陸戰隊，你去挑釁中國大陸的時候，大概都沒有直接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艦艇進行過挑戰。這一次就是上個月的，就是菲律賓馬德雷3號的船衝下來3個橡皮艇，它衝的對象也是中國的海警船，
雖然他們是菲律賓的軍方人員，可是呢，我覺得雙方在進行這個接觸的時候啊，我覺得分寸還是把握的非常非常的精準。那會有衝突，可是不會把這件事情擴大。所以在目前為止，我想雙方的這個真正要動武的這個可能性是極低的。而且我覺得菲律賓可能他自己內部的狀況現在也是蠻複雜的。那就軍事力量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持續在這個區域加強軍事力量，而且上一次的這個，也就是8月1號的這個演習啊，海空的聯演啊，中國大陸是3個方面，一個是軍方的，一個是海警船，另外一個就是類似海上民兵，所以是3管齊下。那會採取比較這種實際的這種比如說脫離的行動啊，把這個菲方的船只脫離啊，都是由海警船出面。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東西有鬥，可是這個克制跟那個順序跟節奏目前為止並沒有很紊亂的現象，所以可能目前這種鬥而不破的情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好，我們謝謝介大使哦。那麼現在中國它竟然走出了一步過去鮮少見的棋哦。我們先來看到了中國呢，竟然聯合了这個印尼，首度在台灣東部來聯合航行。我們來看到中國的紅河艦，包括了印尼的這個航艦護衛艦，來都進行了這個通信，還有編隊航行、海上補給以及分航等科目。我們來看到中國說這個是聯合的實兵演練，但是印尼則是強調說，這個軍艦只是參加完俄羅斯演習，返航途中進行了類似的 PASIX 過航演練而已。那麼兩方的這個說法是完全都不上的。另外呢，台灣東部過去是被視為台灣戰略後方以及安全的縱深。如果呢中國開始與第3軍艦開始在這一帶常態性的交流了，那麼也代表東部的海域戰略的意義正在改變當中。那麼關鍵不是這一次而已而是會不會常態化呢？那麼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國家來加入？另外呢，演練的這個科目是不是會從通信編隊升級到反潛、防空還有實彈射擊？另外呢，大家關注的也是不是會從一次性的交流變成了固定化的年度化的軍演呢？這個相當嚴重了。我們來請教一下蘇所長了。這個中印的這個演練規模不大，那雙方他們的定調也不太一樣哦。那麼這一次呢，是例行交流，還是中國是真的開始把第3國帶來台灣東部來演習的？好，明月，我想可以這樣看，這是一盤大棋。首先，中國它歷年來都跟很多國家有演練哦，這只是第一次是在海上的，而且是海洋東協的國家，這個是最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以往就是也有派船到俄羅斯北方去進行它中俄的海上軍演。當中國的船艦穿越這個英吉利海峽北上的時候，北約各國都會很緊張，而且就會密切監視。所以他這一次把這個海上軍演的場景搬到台灣東部來，號稱就是距離台灣80海里，有幾個意義啊。首先，他就是要針對日本、菲律賓，就是在談判所謂的這個EEZ專屬經濟水域，他的船來這裡就說 No， 我才是老大哦。不管你中華民國聲稱這裡是你的經濟水域，或是日本、菲律賓你們這邊劃界 No， 我才是。而且你看，我有好朋友印尼也來參加我，他承認我是這裡的地主，他就是這種政治訊號比較大。所以剛才明月講很清楚，就是這一次是2艘船，一個是中國的紅河號，第2個是印尼的這個就是烏拉賴號，它基本上是一個訊號演練，就是上面說的這個通航演練，就是我經過，你經過，然後我們互相打個車燈 ，Hello， 我打3個遠光燈，你有看到我然後我跟你揮揮手，就這樣子這是印尼的說法。但是北京方面就把它宣稱這是一個實兵演練哦，可是印尼就說了沒有啦，我只是去俄羅斯就是做海軍外交，那做一些演練我就回來了。這盤大棋另外一個面向是這樣子，我們用跳棋的角度來看，其實印尼他現在他是不結盟國家啦，他先跟美國就是赫格塞斯戰爭部長說好，我們是好朋友，必要的時候我的領空可以讓你過去那美國覺得很開心。如果說南海有事，我要增援菲律賓的時候，如果萬一中共跟這個菲律賓真的說從這個海警衝突升級到正規的這個正規的軍事衝突的時候，
拍謝，那美菲的協防條約啟動了，美軍就有義務要去協防的菲律賓，那軍機軍艦就從關島過去。印尼如果開大門的話，它就很方便。那接着印尼又說，哎呀，我要跟俄羅斯買石油，而且第一批油送來了，所以海軍去跟這個俄國的海軍就是 say 個 hello。那返程的時候，就是跟中共在這裡進行一個所謂的這個通航的訓練，大概是這麼個意思。但北京他現在很需要朋友，就除了俄羅斯之外，他現在如果說可以有個國家也到這個水域來跟他演練，就等於承認他的這個管轄權跟主權的這個延伸，這是他的用意。那麼中共的確像我們製作單位講的，這個非常圖做得非常好。除了第一島鏈之外，他現在穩固住了，就是經常像牙皂咖一樣走來走去。所以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還說：“哎呦，第一島鏈這裡就是有100多艘中共的軍艦、公務船，在那邊拍拍照。中共它是很有戰略耐心的，這一點倒是我們必須去注意。他現在第一島鏈先鞏固住了，那他把這裡，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住社區都知道有約定專用，有約定公用。約定專用就是你的領海，再過來是臨街區，那再過來是經濟水域，那現在中共就要把這約定公用的地方說，沒有，這是我的，我花盆放着，我要放鞋櫃等等的，所以各國當然反彈。所以剛才明月關切的是，印尼他急着否認，很可能也是美國跟日本，特別是澳洲，跟他講，就是千萬不要給中國一個錯誤的戰略訊號，因為現在中國它已經到第2島鏈，而且往這個南半球的第3島鏈，就澳洲的後面去了。所以這時候印尼如果發出錯誤訊號，當然就會讓西方的民主國家會覺得比較關切啦。但是我想還有一個事情，其實印尼他忘記一件事情，中華民國以前幫助他很多。印尼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華民國當時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之一。還出面去協調荷蘭的殖民政府，說你不要用武力，等等的協調這些事情。那第二個就是台裔的，那時候的這個日籍台裔人士也幫助那個印尼獨立軍很多，甚至把在印尼投降日軍的裝備交給印尼的獨立軍，才擊潰荷蘭殖民政府，還有英國的這個援軍。所以印尼他甚至把這些台裔的人員奉為就是國家的那個勇士，就像這一艘就是這烏拉賴號，它其實就印尼獨立軍的一個忠孝啦，就是紀念他們所謂的這個國家英雄。所以我想印尼就是說，他跟中共進行這樣演練，對他的外交來講反而是不利的，所以他急於否認。那無論如何，台灣的東部的確像在明月剛才講的，以往是我們一個戰略的這個後方或是縱深地帶。我們海軍以往的想定是說，一旦台海有事，我的船艦要到這邊輸泊待機；二方面是維持一個海上航路。那現在由於中共的兵力投射、火力投射就大為延伸，所以我們當然現在會有其他改弦更張的做法。這有點像說軍事上講的就是顛倒正面。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這樣看，台灣是變成內線作戰，中國變成外線作戰，企圖包圍台灣。那內線作戰有個好處是說，戰場幾何上面是中間來回機動快了，那外線的話繞了圈圈，你把它想象成像學校的田徑場，大家在那邊跑道就是說會比較遠，這外線。那中間的草皮就是切西瓜了，就防守軍反而比較有利，所以現在變成另外一種戰略態勢了。我們謝謝所長。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還有精彩的時事預測。